外交部发言人上周证实，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大使15号起将赴乌克兰、波兰、法国、德国和俄罗斯5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进行沟通。外界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几天闪电访问欧洲多国，他去了意大利、德国、法国，目前正在英国。他还对英国媒体喊话称，除了武器装备，乌克兰已准备好一切。另一方面，近日欧洲多国民众反对拱火俄乌冲突的呼声越来越高。15号，英国政府确认泽连斯基已抵英国，并在首相相间官邸契克斯与英国首相苏纳克见面。这也是苏纳克上任以来首次在这里接待外国领导人。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与苏纳克进行实质性的会面。他提到，英国在加强乌克兰军队地面和空中能力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种合作将继续。I can confirm that the UK is donating Storm Shadow missiles to Ukraine. Storm Shadow is a long-range, conventional-only precision strike capability. It complements the long-range systems already gifted, including HIMARS and Harpoon missiles, as well as Ukraine's own Neptune cruise missile. 外界注意到，就在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前几天，英国政府宣布向乌军提供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有欧洲舆论认为，这款射程约为300千米、最远可达560千米的防区外导弹，大大突破了此前北约对乌军援射程不超过70公里的红线，对俄罗斯内陆目标构成威胁。泽连斯基当时就致电苏纳克表示感谢。英国媒体预计，这次他来英国将获得英方更大力度的支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英国已承诺提供数百枚防空导弹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将在未来几个月内交付。射程远是英国近期援乌武器的重要特点，例如即将提供给乌军的无人机的打击距离就超过200公里。此外，英国首相办公室还透露，英军将在今年夏天开始培训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16战机的技术，但目前北约尚未承诺向乌军提供这款战机。外界认为，英国很可能是泽连斯基这次对欧洲多国进行访问的最后一站。他此前已经访问了意大利、德国和法国，讨论的主要是军援问题。在首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对泽连斯基承诺，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并强调意大利将支持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的任何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在梵蒂冈，泽连斯基对教皇方济各关注乌克兰的悲剧表示感谢，但他拒绝了梵蒂冈提出的调解提议，表示必须按照乌方条件进行和平谈判，并表示乌克兰不需要调解人。法新社提到，今年2月，泽连斯基签署了不允许与普京进行谈判的总统令。之后，泽连斯基转往德国柏林。德国政府提出援乌27亿欧元的武器，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最大一笔对外军援，包括20辆黄鼠狼步兵战车、30辆豹一主战坦克、200多架无人侦察机、100多辆装甲战车以及4套 Iris-T SLM 防空系统等。泽连斯基要求德国政府提供现代化的战机，他还表示乌克兰正在建立战机联盟，但德国总理舒尔茨没有回应此事。舒尔茨表示，德国政府是除了美国之外的最大对乌援助方。泽连斯基在与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会面时留言道：“乌克兰将把和平带回欧洲，将与欧洲一道取得胜利。”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派出1架飞机前往德国接泽连斯基到第3站巴黎。法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一系列新的武器装备，包括防空系统、轻型坦克、榴弹炮以及其他武器装备和燃料。在双方的联合声明中，法国还表示，在未来几周打算训练乌克兰的几个营，并为其装备数十辆装甲车和 AMX-10RC 轻型坦克。法新社在报道中称，在大反攻前寻求更多支持的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餐。泽连斯基认为，最快今年让俄罗斯败局不可逆转。泽连斯基他的这个访问呢，显然是为了争取更多的军援，为了他筹划中的战略反攻。这些武器表面上来看是都是一些比较旧的、比较2线的武器，但是它是符合现有的这个乌军的这种整个的技术水平，也是符合现在的战场的需要的。观察指出，去年底乌军预告的春季攻势并未发生，主要是由于北约的武器援助没有到位。此前，乌克兰媒体曝光，北约承诺的800多辆坦克仅交付了约200辆。而五角大楼近期泄密文件也显示，乌军的防空导弹将在5月底之前耗尽。
乌克兰政府也多次表示，乌军已经做好了反攻准备，现在万事俱备，只欠武器。泽连斯基在前往英国之前接受采访时则表示，现在乌军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准备。In terms of how motivated our military are, we're ready. In terms of enough personnel in our brigades, we're ready. In terms of equipment, not everything has arrived yet. That's my answer. 深圳卫视注意到，泽连斯基这次访问欧洲十分突然，除了首站意大利是提前预告，其他都是临时才公布。这其中有保密的因素，但也凸显了他的目标十分明确，绕开过多的礼节性程序，就是为给乌军争取更多的武器援助。德国媒体还报道了一个细节，泽连斯基在从德国赴法国时，不慎将手机和充电宝落在车上，德国警察紧急出动为他找手机，而法国派去迎接的直升机不得不延迟起飞，其匆忙程度可见一斑。英国媒体在报道此事时评论道：“节奏更快一点，拿到更多一点武器，是泽连斯基连续访问欧洲多个富裕国家的最重要目的。”美国《纽约时报》认为，一些美国和欧洲官员表示，若乌克兰在反攻中取得实质性进展，将使其在未来可能与俄罗斯进行的谈判中拥有更大影响力。美国官员目前对所有要求立即停火或和谈的呼吁保持警惕。泽连斯基也做出类似表态，他强调，在击退俄罗斯军队之前，不会同意谈判。据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近日表示，乌克兰政府已经承诺只会在乌克兰主权领土范围内使用，不会用于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在获知英方援乌风暴阴影导弹之后大松一口气，因为美方并不想向乌军提供远程打击武器。俄罗斯媒体还曝光了风暴阴影的一种新战术，俄军在战场上已经发现了美国 ADM-160空射诱饵的残骸，很明显是与风暴阴影一起发射，作为后者的掩护，提高其突防效果及作战效能。换言之，一旦俄军防空反导系统开启，很可能打击的目标为诱饵弹。风暴阴影及新战术的使用效果仍有待评估。有军事观察媒体指出，最关键的是导弹的发射数量。如果英方提供的总数为数百上千枚，那么将对俄军构成较大的威胁。当然，俄军也会想方设法降低这款导弹的效能。目前，英国没有公布提供给乌方的具体数量，但这款导弹价格十分昂贵，单价为170万美元，超过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150万。在现在这个，乌方可能发动大规模的战略反攻的这个背景下呢，如果说有足够数量的这个风暴阴影这个导弹的话，它可以让这个乌军的战机呢，从这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乌方掌握制空权的这个空域来发射这个导弹，然后袭击俄罗斯纵深的这个比如说弹药的集结点呀、人员的集结点呀，还有一些指挥中枢呀等等这样一些高价值的目标。相关话题来连线时事评论员宋忠平。宋先生您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欧洲访问，不少西方媒体分析称，要武器来准备反攻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您对此如何看？乌克兰现在要发起春季攻势，其实局部已经发起了春季攻势，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条件的欠缺。一方面就是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武器装备，现在乌克兰所具有的武器装备和俄罗斯相比还处在弱势。尽管有了200多辆坦克，还有了几千辆装甲车，但这些武器装备基本上是拼凑起来的，维护保障、后勤保障其实是存在比较多的问题。其实还有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制空权。你像泽连斯基在德国就表示要成立战斗机联盟，这个战斗机联盟的意思就是需要有制空权。有制空权的话，不仅仅要靠野战防空体系和要地防空体系，还需要大量的战机。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除了波兰等国家提供米格29战机之外，其他国家呢不愿意提供包括 F-16在内的战机。还有一方面，人员的培训。之前呢，乌克兰是拥有几十万军队，大概是7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但是已经作战400多天，很多训练有素的乌克兰军队军人呢，要么是战死，要么是受伤。还有大量的人员需要培训，尽管包括德国、英国等这些国家不断的在培训，但培训需要周期，培训需要一定的经验，尤其是实战的检验。所以人员的短缺、兵员的短缺，对于乌克兰来讲的话，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那么既然要反攻，必须要具备多个条件，天时地利人和都必须具备。所以乌克兰现在距离反攻
尤其是大规模的反攻还是有一定的欠缺。但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不抓紧时间反攻的话，西方国家将会从大量的支援变成减少支援。毕竟西方国家所希望看到的是反攻取得成绩，至少要削弱俄罗斯，要让俄罗斯能够从战争中得到最大的损失，这是西方国家所希望实现的目标。所以作为乌克兰来讲的话，就算准备不到位，也必须要反攻，不然的话西方国家不高兴啊。